我想再次奉劝大家哈，谈恋爱啊，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啊，她感觉跟男朋友快分手了该怎么办都谈了5个多月了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连接吻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见家长呢提是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以你为中心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就这么谈下去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的？一个人的条件就能让你很幸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93年的一个女生看了一个又一个男生的资料挑来选去的都不太满意。他不是太高了呢，就是人太瘦了不是工作不好呢，就是收入不够，不是房子太小呢，就是负担太重了，不是没眼缘就是没感觉，总之呢没有任何一项短板他是能接受的。我就很纳闷了我就问他，难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你的你就能幸福了吗，姑娘？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很茫然地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对所以呢我只能从这些外在条件上来做一些判断。那我就跟他说一个女人你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才是对的呢？才能得到幸福呢？其实不是她的长相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她的财富决定的，对不对能决定你婚姻是否幸福的，一定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是不是个有担当的人，人品好不好，事业心强不强，对你怎么样他的家庭观念如何，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和睦幸福，在你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能不能在你身边，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能不能安慰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他能不能照顾你呢？在你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理解你？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的人品是否对你们的婚姻有忠诚度，他的教养能不能撑得起你们的生活中所有的摩擦？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人？一个能让你温柔的人一定给了你极大的爱；一个能让你沉默的人呢，一定给了你极大的伤害；一个能让你暴走的人一定让你受尽了委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他真的是可以减轻你人生当中一大半的危机。容颜是会衰老的财富呢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一个人的本身
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幸福。你要记住一句话，宁可不嫁也不要错嫁，宁可晚嫁也不可乱嫁，因为嫁错人比你不嫁人还要可怕。反正信不信由你啊，你现在知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我跟你们说一个可怕的真相在未来愿意结婚的男人会越来越少的，因为男人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女人了。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一共有3点，有点扎心但是非常现实，而且第3点可能让你无法接受。第1点呢，男人这一辈子他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那现在的女人呢，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还是个穷光蛋。这每个月的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一辈子都拼命的在挣扎呀。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呢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第2点90%以上的女人都嫌弃或者看不起自己的老公。大多数的老公呢，都被当作一个赚钱工具。现在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所以他们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动心。我真的也是佩服了最后一点当今社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女人如果没有钱90%以上的男人呢都会养着她。但是反过来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90%以上的女人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甩不掉。所以说男人只能是选择一个人疗伤，一个人自愈。以上这3点就是男人不需要女人的原因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之前呢总是在说女生找对象的一些奇葩事儿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男生的真实版本。你们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要求到底好不好找。90年的男生，北京人身高1.88米，美国留学了8年，名校的硕士双硕士。现在他就职于某国企，月薪1万多。另外呢，有一些股票投资收益父母名下2套房，他自己名下也有2套房。爱好读书、写作、探戈、街舞，擅长做日本料理和潜水、游泳、篮球、狩猎还有马术。你们看看他这兴趣爱好，他父母真没少培养他。男生真的是很优秀，对吧？那我们把男生介绍完了，来看看这位优秀的男士到底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择偶要求各位看官那就仔细的听着了我的择偶要求并不算高。首先我要简单说一下我的家族，我是某名人的曾孙，6代单传。女孩最好也是能门当户对的。那他这一条的意思呢，就是说女孩也得是个名门望族的。这个有一点点难度，但是还好说毕竟是在北京嘛，找一个名门望族的姑娘呢也没有那么难那我们再往下看第2条呢，他说女方家族必须往上8代都是读书人，不能有白丁，并且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不能是商人。妈呀，这一条难度一下子提高了8度。我就问你们，有几个人能知道自己家里8代祖宗的事儿你能知道吗？还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呢，这也太难了吧。那第3条他说有钱没钱无所谓，学历无所谓，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学识。那我就问问这位双硕士，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傻了呀？你瞧瞧你说这话，学历都无所谓了，但是又必须有足够的学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没有饱读诗书的人能有足够的学识吗？这不就是一句废话吗？我当时在想，这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他的这第4条身高最好是170以上，长相漂亮，必须有留学背景，跟我有聊得来的地方，比如说在考古、历史、人类学各个方面有所研究，熟悉中外思想家的发展和流派，对于古籍善本有少量的研究会比较有帮助，能够陪我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并且呢能聊得出来一些东西。这一条我觉得难度已经到了10级，我感觉根本整不了了结果他说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就是这女孩最好会跳交谊舞，会骑马，英式安和西部安都可以。我真的是给他搞蒙圈了现在的90后还有会跳交谊舞的吗？
反正我是有点怀疑。看完他这几条之后啊，我就说，你是来搞笑的吧？你是正经来找对象的吗？他说是啊，我当然是来正经找对象的呀。我还有最后一条我要补充一下，我对他个人的经济方面没有要求，不要求会做饭会做家务，不要求对方的财力房产或者是车，但是我希望呢他能理解世家弟子的一些规矩和难处。哎呀我的妈呀，我说你能理解一下我们的难处吗？估计啊您这样的要求只能去定做了啊，没有现货的。真的是什么奇葩你都能见着，你们觉得他找得到吗？真不知道他呀，这到底是在为难我呢，还是在为难他自己呀？现在的男生啊，他们出来相亲啊，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你们知道吗？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啊。首先呢，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啊，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她有多喜欢，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第二条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比如说上午发消息晚上才回，那这个呢直接就会删除的。大家都很忙，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呗。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啊，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跟你聊天，那人家也主动了，但是你呢还要端着那个架子。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吗？所以女生啊也想想啊，你们那些慢热呀矜持啊，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你不行不主动，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第三条啊，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女生啊就是很难约不出来，约了3次都不出来，那直接就拉黑删除，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的，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第4条就是约会了3次还不肯确定关系的，你约他他也不拒绝，送礼物他也收，虽然这样，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啊，这种女人啊赶紧删除，那明摆着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啊，提款机，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对吧？第5条，确定关系之后3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果断分手。要知道你们都来相亲了，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行就行，不行马上就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你说对不对？今天啊，一个28岁的女孩跑来跟我哭啊，说后悔了，想跟男生复合。那我就问她咋了嘛？她说啊，跟男生相识啊半年多了啊，相亲认识的。前不久啊，他们去见了父母，就因为女孩的父母提出了几个条件，男生这边不太同意，不愿意顺着他家里的意思办。女孩啊，就当着他的父母的面跟男生大发脾气，当即啊就叫男生滚出去。那他呢，从小全家就很宠，他说就是他不宠我，他不照顾我，父母提点要求他都觉得过分。我当时就是很生气，但是啊，这个男生离开之后啊，1个多月都没有再联系过他。那前2天呢，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了，跟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啊，喝多了就直接啊奔男生住的地方去敲门，男生一听是他就不给他开。这个气急之下啊，女生啊就开始砸门了，一直啊闹到了邻居报警，直到警察来了，这事才算完事儿。但是啊，男生表示不会再跟他复合的。所以今天啊，他就跑我这儿来了啊，想让我跟男生谈谈能不能重新在一起。你们说说，这样的女孩，男生还会跟她复合吗？我就跟他说啊，假如一个3岁的孩子像你这样子，那我们会说这个小姑娘啊，奶凶奶凶的，挺好玩。假如一个17岁的女孩像你这个样子呀，我们也会说这小姑娘有点刁蛮任性，哎，也挺好玩的。但是如果一个27、8岁的成年人了，还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只能说啊，姑娘，你现在是在向一个泼妇靠近，已经不好玩了啊！它已经成了你身上的一个标签。28岁的女人，如果此刻还呈现出这种状态，那我建议你啊，这一辈子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只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才配走入婚姻，否则你将虐死别人一家子，知道吗？结果想不到啊，他居然跟我说，哎，我就是生气，我也没有恶意的，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哎呀，姑娘啊，你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人，那是什么东西才会恶心人呢？你是那个恶心人的东西吗？你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都花在了恶心别人这件事情上吗？你还说你没有恶意，你把自个儿看成什么了？把宠爱你的父母又看成什么了？不要在这种没事去喝酒
啊。假如你酒后根本就控制不好自己言行的话，你就别喝，因为酒精又会把你点炸，那把你原本可控的一面彻底变得不可控了，这个太可怕了。你要好好检讨你自己，这个男孩你就别努力了，放过他和他的家人吧，他的父母是不会接受你这种性格的。你现在已经输了，知道吗？啊，你输的连一点点的余地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复合呢？你们觉得可能吗？